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看似非常普通的青椒焖大虾，竟然是饭店的一道招牌菜，足足必点。我的老乡就凭这样一道菜，一年之中买了2套房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制作的吧。首先挑选大虾也是有技巧的，我们一定要挑选这种鲜活的。拿回家我们直接把虾头取下来，把里面的虾线同时也要扯下来。虾线是大虾的肠子，里面全是奥利给，所以不能食用。我们最好挑选比较大一点的，因为肉比较多，吃起来才过瘾。虾头我们可以放在一旁，用来煮粥喝。不一会功夫全部处理好了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用小苏打，大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倒满多一点的清水。因为大虾在运输的过程中，为了保持大虾的新鲜，有可能加入了孔雀石绿。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而食用小苏打有很强的去污能力。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都淘洗2遍，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，我们吃起来才会更加放心。接下来把处理好的大虾简单的给下刀，像视频中这样，在大虾的中间切上一刀，不要完全切断，切到4/5的部位。这一步的目的是方便大虾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很多朋友炒大虾的过程中省略了这一个步骤，难怪炒出来一点都不入味，难以下咽。大虾富含优质的蛋白质、低脂肪，而且氨基酸的种类齐全，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。富含丰富的矿物质，有助于骨骼健康，增强免疫力，促进伤口愈合。处理好的大虾放在大一点的碗中备用。准备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把葱白部分用刀拍一拍，这样更容易释放出香葱的香味。然后再切成5到6公分的小长段。一小块脆皮的老姜先切成片，然后再切成姜丝，全部切好放在大虾的碗中。接着加入少许的食盐，然后加入少许的生抽酱油提鲜。下手把葱和姜抓出葱姜汁，葱姜是天然的去腥材料，同时还是嫩肉剂。腌制大虾的过程中，我们千万不能加料酒，因为料酒的味道很冲，那样会影响大虾的口感，这一步特别的关键。抓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多一点的大蒜切成小丁，大蒜可以增加大虾的蒜香味。喜欢吃辣一点的，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如果吃不了太辣的，也可以不用放。切好放在盘中。接下来准备几个本地青椒，清洗干净之后去掉辣椒蒂，然后再对半切开，里面的辣椒籽和辣椒瓤我们也要处理一下，这样切出来的辣椒片看起来会更加的整齐。把青椒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长条，然后再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方块，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这个时候的大虾也已经腌制好了，里面的葱和姜也已经完全的释放出了香味，我们直接把葱姜挑选出来。接下来加入1大勺的木薯淀粉或者是红薯淀粉，下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使大虾的表面都能够裹上薄薄的一层淀粉。抓拌均匀，静置5分钟左右备用。炒家常菜，我喜欢提前调个碗汁，碗中加入小半勺的食盐、松茸鲜、胡椒粉，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白糖，小半勺的生抽酱油，然后加入1勺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
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淀粉完全化开，搅拌均匀，使调味料完全的融合。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起锅，加入平常炒菜多一点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，把大虾直接倒在锅中，把叠在一起的趴散开来，这样方便受热。大虾的营养十分丰富，做法也有很多种。平常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白灼大虾，虾肉鲜香 Q 弹，但是味道过于清淡，不适合下饭或者是下酒。在我们湖南一带，口味比较重，平常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像视频中这样，把大虾炒一炒，这样不仅虾肉 Q 弹入味，而且可以下饭又下酒。尤其是小朋友们一口一个，吃起来特别的过瘾。我们都是用这种小炒的方法来制作。平常我们在饭店都是用油炸的方式，但是自己在家里面那样不方便操作，而且油太多，也不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。就像视频中这样慢慢的煸炒，炒至虾壳呈金黄色。接下来下入切好的蒜子和小米椒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蒜子炒出蒜香味，小米椒炒出辣味。要想虾肉吃起来入味，而且不容易上火，加入少许的温水，然后再把准备好的料汁倒在锅中，切好的青椒片也倒在里面，快速的翻炒均匀。使大虾和青椒完美的融合，把调味料炒至化开，充分的炒出锅气，炒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青椒焖大虾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，就赶紧收藏起来，有时间分享给家人们尝试一下，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这样炒出的大虾充分的吸收了调味料的味道，吃起来特别的入味。青椒的脆爽遇上大虾的鲜甜，两者搭配在一起，不仅增加了营养，同时丰富了口感。如果视频对您的厨艺有那么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